一个人吃238元美味的穿越自助，能有多快乐？越咀嚼越香，像个艺术品，一口经验。外面的酥皮极酥极脆。238的价位，我啥都吃到了。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吃了一桌席的即视感。这里是辣辣油，今天中午来到华商这边吃一家238一位的粤菜和川菜结合的自助。他们家日常人均如果单点的话是800一位。其实去年大概11、12月份的时候我来吃过这一家，但是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味道。印象中每一道菜都很小巧玲珑的，好像当时没吃饱。今天多点点。Hello， 我一位。环境也很雅致。做这是吗？好嘞，谢谢。就直接画哈，从粤点点起吧。凤爪、马蹄、金鱼饺、芸豆卷、蒸排骨、松露骨、水晶虾饺黄、脆虾卷、高杯乳塔、韭菜煎饺、主食。我好饿啊，我想来一份牛腩面，每人限一份土豆甲鱼捞饭。还想吃个干炒牛河、烤肉、鱼香牛肉、土鸡炼鸭笋、酱鸭舌、海蜇、墨鱼面、半鸭胗、爽口蹄花、乳鸽、豆豉鲫鱼、国宴鸡豆花、芥末虾球、避风塘掌中宝、锅巴肉片、烧牛筋、萝卜丝、土海兔、海参、脆蛇、小炒肉、九肚鱼、左青口、深海黄鱼、鲍鱼，这种每桌限量的咱们都各来一份。牛肉粒、避风塘生蚝、西中翅、XO 酱、爆旺潮、毛血旺，要不也来一个吧？来都来了，香椿进行到底，差不多跟这么一些。1点半是最后的加餐时间，我们先点上。小哥哥好了，谢谢。第一道上春香鲫鱼炸出来的，这一道我有印象。好的，谢谢。摆盘都很精致哈，凉菜上的还挺快的。海蜇丝，我知道了姜丝，酸甜脆爽，醋调比较明显一些。先整一波凉菜，开胃。切成丝的海蜇，口感上给到了日常吃片的时候不一样的惊喜。鸭胗，全是这种梗啾啾的口感，好香，川派红油凉拌而成。会知道青红双椒的辛辣感挺刺激的，虽然红油略显多，但用的双椒给它莫名的一种清新之感，丝毫不油腻。可能还浅浅放了一些很香的海椒面，紧致弹脆。喜欢鸭胗啊、鸭心、鸡心这些东西，有厚实的口感，很爽。吃一个凉拌猪蹄儿，片成一片一片这样的，红油和熟芝麻的加持下，贼香。凉拌猪蹄必吃项目，很好吃，不错。凉掉了的胶质感比较紧弹 Q 脆，香度比日常成都夏季吃的钵钵鸡要更香醇一些。垫底配了些清爽脆嫩的黄瓜，口味还有一点回甜感。土鸡炼鸭笋，笋子包了土鸡，上边的这个鱼子是用醋做的。这一道我看点评上被吹爆了，很好吃，像改良版的口水鸡。鸡肉特别鲜嫩，好吃笋子和鸡肉的可以多来一份。墨鱼面有点像缺根粉那个，酸酸辣辣的，醋调比较明显，主要是酱油、醋、小米椒、蒜泥调配而成。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一碗开胃神器，特色烤肉、五花肉烤猪肉，他们对于每一份单人的分量把控特别精准。越咀嚼越香，皮不脆，微有一点韧劲，肥肉吃起来丝毫不油腻，有一点仿佛你在吃猪颈肉的即视感。上面垫底的是那种黄豆，我们老家叫豇豆，把黄豆放汤子里，各种辣酱去腌制它，酥鱼。炸了之后，肚子里还放了一些香菇。鲫鱼吃要注意它的小刺，但基本这种极小的极细的刺，它被炸过之后咽下去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但这种大刺要及时的挑出来哈。豆豉菌菇酱的风味。好的，谢谢。他们的蒸点就一笼一个，即使你们自己过来，也可以轻轻松松吃10道不成问题。豆豉鱼看你们自己哈，可点可不点。它和苏州的熏鱼，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味型不一样。开始约点，可以1份2个就好了。这我吃了咋太客气了？来一口凤爪，甜咸味比较浓，汤汁粘稠。
很精品，花生放的有些多，一口吃酸。好，谢谢。野菌松露饺，蘑菇的造型，各种菇菇。一口浓郁的黑松露，菌菇香。又可以多来几个。这是虾饺，清淡鲜美口，有一点油水，一口一个。我要吃小金鱼了。中汉不中式，鼻子有点红，选色加虾仁的集合，突出内馅本体的鲜美。1分到9度，像豆豉粉蒸排骨，粉蒸排骨必吃项目，真不错。有一种香菇烩排骨的感觉，浓郁的鲜甜感，肉质很滑口，几乎用的全是这种小肋排。这个我记得好像很好吃，淡口的黑椒牛肉粒，牛肉相当的松软弹嫩，靠吃蘑菇褶，用了白蘑，水灵的蘑菇比牛肉粒更胜一筹。装饰品也不放过。到我最后的点单上，我看一下有什么特别推荐，但是我没点到的。好的，我再看一眼呢。刚刚那个虾饺皇没有给你们看特写，要不我再点一份，加2只就行了。好嘞，谢谢。我喜爱吃焦肚鱼，太酥里糯，肉特别细嫩，有点水分。口感大人看在这里的。好嘞，这个现点的对吧？限量是无数好评的，像个艺术品。我好真美，一口惊艳。外面的酥皮极酥极脆，生蚝肉极其软糯，饱含着汁水。刚炸的还略显烫口，每一口都是享受。依然是口感大于油的味道，清口，有点法式的做法。这像是鲜辣版本的奶油蘑菇汤。很懂喝奶油蘑菇汤是会觉得它腻，看这一道结合了川式奶香鲜辣，鸡翅。盐的饱和度有点高，补充你的酱香甜咸口，像香菇焖鸡的感觉。这家真的很适合跟男朋友来约会。以我这饭量，让我吃西餐好贵。如果我要吃饱，环境有了，价格合适，我很满意。订个虾球，只给你2个，就害怕你一下吃饱了，品尝不了他们家其他的菜。每一道菜的分量把控上，拿捏的极其好。肉片锅巴，糖醋点。米下面油炸了，超香了，满满的空气感，甜调为主，醋打一个辅助。它的甜虽然吃多了会有一点扫牙。这家其实也是我当时在苏州的时候就接收到了有位朋友发给我的私信，让我来品尝一下，所以我一回到成都立马赶过来，你们的要求会一一的满足。花椒牛舌，薄切的，不错。青花椒的麻感是比较轻微的，牛舌的质量很好，有韧性的同时又很脆口。鲍鱼238的价位，我啥都吃到了。一口一盘，干炒牛河也是1人份的量，我喜欢差不多2筷子，而且这2筷子的量放了3片牛肉，良心的。豆芽、韭菜这些炒出来油香就香了。油放的不多，摸鱼子、毛血旺、麻婆豆腐、茄子、小八爪、紧实耐嚼、甜辣口的酱烧，来个毛血旺，清香度黄河，竟然有肥肠。即使单个人的分量都没有缩减那里该有的食材，鳝鱼都没法吃啊，血旺。大脑也吃到了，很小很小的一个。婆豆腐和牛筋好烂货，
有烟笋，有烟熏风味，牛筋肥厚软糯的。烟笋的大底是干的那种笋子，泡发了之后，我没有想到他们家种类也贼多。麻婆豆腐，在他们家有各种可以选择更好吃的菜品上，像麻婆豆腐这些我们就不点了哈。咱就是要将有限的胃容量给一些特别值得的菜品上。CP 虾味跟烤鸭比似的，没有那么脆，我就直接拿手啃。有油水的。它像是南京卤水烤鸭的做法，皮不脆，有一定的油水，偏咸。他们家可以2刷3刷一下。这次甜品都没吃，就饱了。你看大家对于提拉米苏的点评很高，留个念想。这只醋汁小黄鱼。来这必吃的。整个鱼被炸得非常的通透，内里的鱼肉很细呢，带一点这种老醋汁，酸甜的。我发现他们厨师对于炸货的火候把控极其之妙，煮到可以连鱼色全部吃下的小黄鱼。哎呦，吃一顿饭费一件衣服，咱就是说，感觉像是江浙青粉丝，应该是比滚鱿鱼吧。鱿鱼他们真的分了很多派系，像喝了奶白的鱼汤。味型和日常我们吃的黄鱼面差不多。牛肉粒，像咱们之前吃的牛肉干，牛肉纤维感略微重，这种肉干型就是越咀嚼越香，有口劲。这是掌中宝。卡崩脆，肉感厚实。刚刚不是没有给你们看虾饺的特写吗？你吃一个酒香虾仁鲜美，馅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比较适中版本的。虾饺皮要更薄一些就好了。土豆甲鱼饭，限量款，裙边很厚实。米饭吃起来很干爽，粒粒分明。甲鱼肉厚实，裙边肥嫩，胶质感足。鸭舌、小炒肉、奥利奥蛋挞，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吃了一桌席的仪式感。小炒肉是寻常家常的风味，有点像公司门川菜馆子做的。鸭舌头。甜咸乳香口，舌头也比较厚实。小盘塔横塞，这是黄油奶气十足的盘塔，绝美。他们点心做的不错，最后一碗鸡豆花没了。我知道你们的弹幕都给我看饱了，我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饱，但其实咱们还是讲究一个7分饱，雪白细嫩。吃鸡不见鸡，入口即化，舌尖一抿就立刻在嘴巴里散开，整个质感很轻盈，最好趁热的时候喝它，凉掉了有一点品不出它的鲜美感。好啦，今天的川菜加粤菜的自助就吃到这里。总的来说，这一家还是值得带爸妈、带男朋友带朋友来体验一下这种环境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吃139元美味的粤式早茶自助，人有多快乐？第一次麻婆豆腐拌面吃，看着挺诱人的嘛。Hello， 这里是辣辣。周末的早上我起的也比较早，去吃一家139只在周末2天开的早茶自助，看了一下菜品，感觉还可以，环境也还不错，青羊区唯一的一家5星酒店里边的。好清透啊，这
在成都非遗博览园这边，我第一次来，下了高速之后贼堵车，1点15了，好饿好饿，挺大的，环境不错。他们是2点半收餐。Hello， 您好，这边是中餐厅吗？我约了一位中午的，谢谢。上面还有糊了，环境很舒服。不拍到其他客人，咱们先点菜吧。菜品还蛮多的，2页，谢谢。果真的茶水，5选1，鹅掌、妙龄乳鸽、香酥狮头鱼，画了大拇指的应该很好吃。港式秘制叉烧肉，果木冰花酱烤鸭，酸辣乳瓜水母，米椒鲜辣鹿耳，麻酱芝麻菠菜，鲜虾蟹子烧麦，豉汁蒸凤爪，豆豉蒸滑排骨，金蒜蜂窝肚，一品虾饺，黑松露水晶素饺，这个有人点划掉。金丝沙粒虾球，麻婆豆腐捞金丝面，糖醋里脊，米网锅贴煎饺，鲜虾脆春卷，燕窝酥皮蛋挞，种类也就还好。间隙大，杨枝甘露，京椒面块脆舌尖，酱油时蔬海螺片。您好，我点好了，还是有点期待的，谢谢。是明档厨房，师傅在那边走。第一道菜竟然是糖醋里脊。这是成都的小酥肉，挂这种甜咸口的汁儿，表皮还保留着一定的酥脆度，吃起来不倒牙，酸甜合适。小酥鱼，这是5选1的，回回都吃了乳鸽，这次试试不一样的。吃到了股臭豆腐味道。整个鱼头酥成渣渣，鱼肉还挺水嫩的，没有啥的刺，可以直接吃。醋还是酱油呢？酱油。开始陆续上菜了。醋，好，谢谢。是叉烧，感觉很肥润，还注重了一点摆盘呢。就这样，菜市场门口的烧腊店来。瘦肉偏软弹，有油脂香。金丝虾球。酱油。外面的这个没有那么的脆，家人个头还是满意的，蛮 Q 的。金丝没有味道，油炸香了。凤爪看在这个盘子里，鹿耳我没吃过，小木耳，放了芥末，月刺梨。香油，醋香味比较浓，这个嫩了。芥末像密密麻麻的小针，戳头皮似的。这个是啥？其实这盘有小凉菜似的。芹菜的根茎部分，纯脆。春卷要趁热吃。好热闹，尤其是小朋友。内馅多烫嘴，韭黄鲜香。里面好像还放了一点萝卜糕，吃起来水嫩嫩的。怀念童年的无忧无虑。好，谢谢。纸质蒸凤爪，一盘2个。谢谢。凤爪比较偏甜口。好像是90的那个凤爪味，会加入了南乳的甜咸调。煎饺，
韭菜猪肉馅吗？我们这边已经提示订单了。哦，好的。皮子稍许有点韧酒，酒香味儿，肉末香还是挺浓的。虾饺和烧麦。特别烫嘴啊！脱皮，虾仁质量还可以，皮子的胶质感存在很强烈，口感上没有那么的满足。野菌猪肉饺，腌起来的叫做皮子酥软，内馅还做鲜美，西葫芦的味道很浓，加了一点黑松露浓香。烧麦是雷区，这皮子很干巴，好在内馅有鱼子、鸭子葱。这烧麦有点半成品的意味呢，而且一入口会有一点点陈年的气息。吃这排骨，春食融进粤菜当中的感觉，盐的饱和度非常之高。新鲜度应该还可以吧。咸入水的味道。我店底的蘑菇好评，我爱吃一切菇菇。开始上齐了。扯面牛舌，扁宽扯面。椒麻口的，和京汤肥牛的味道比较像。牛舌脆弹，味道非常不错。螺片，凉拌的菜，脆韧有弹性，薄薄的一片，酱油会很淡口，没有啥子味儿。海蜇，你们是下班了是吗？刚刚下班。还有一点提示糖浆的风味呢。里面黄瓜最好吃。海蜇切的特别厚，粉啾啾的脆的。麻酱菠菜摆盘倒挺好看的，都是菜叶子。那麻酱跟我以前买低脂的芝麻酱啊，都是一模一样。和一份蛋挞。酒店自取自助里面做的蛋挞是一模一样的，酥皮软掉了，内馅也是蛋奶黄油期不俗，点缀了一点燕窝，但环境确实非常舒服。这样子午餐更像是为住店的客人提供的。这真不叫杨枝甘露，我是说味道。像是什么粉子冲出来的，但里面是有芒果和红柚水。因为今天来的有点迟了，所以后厨已经下班了，现在是2点10分，吃了没到1个小时，没有过瘾。哦，好嘞，谢谢，没事。我就说，总感觉少点啥。麻婆豆腐金丝面，看着挺诱人的呢。第一次麻婆豆腐拌面食。不错耶，看来他们家川菜应该不错，粤菜还需努力。刚说多烫口的，很好吃，刚刚好，不咸。蛮喜欢吃豆腐的，白亮亮的，辣很
黄麻都要欠缺一点。韭菜提了鲜。好了，那今天就是浅浅的体验了一下成都被我遗漏了的早茶自助餐厅。一个人吃198元美味的粤式早茶自助，人有多快乐？可以畅吃，无限量。肉质弹口，皮脆汁水多。小炒类都是川菜和粤菜相结合，没有敷衍。哎，我的妈呀！楼这里是辣辣油。你们还记得我之前吃的那一家12点前可以点心打5折的店吗？9月份在外面出了1个月的差之后，回到成都，我发现他们家也做自助了，198一碗，而且我看菜品还挺多的。刚一下车就下雨了，我快一点。Hello， 我预约了1位的。这边请客。好嘞，还坐老位置。就是4个中选1个，其他都是不限量。看这外面景色，你们应该有印象吧？今天故意就是穿上一次穿的一毛一样的衣服。菜单非常的4选1主歌吧，开胃前菜小番茄、红果嫩鹅肝、爽肚丝、酸辣泡菜、叉烧、豉油鸡、白切鸡、卤水拼盘、汤羹、海鲜酸辣羹。点心可以写要几个。黑松露和爱吃虾饺、粉蒸排骨、牛仔骨、黑松露水晶饺、天鹅酥、海盐芝士酥、脆皮红米肠，还有小炒呢，白灼鸡尾虾、黄金虾饺、爆炒腰花、墨鱼仔、萝卜炖牛腩、杨枝甘露。我记得上次点他们家杨枝甘露是不是38？先来这么一些吧。主要菜的分量我先看看大小，待会儿还可以点。Hello， 小姐姐可以了，谢谢。他们整个环境比较偏中式风格，谢谢。这是相机部，买大了，不知道的以为是餐部的，原来是把料放在桌子上的，可以自己加。请喝茶。普洱。师傅都是现蒸现弄的，所以会比较慢。先是花莲小番茄、麻辣爽肚丝、醋辣酸泡菜。好的，谢谢。我喜欢上菜盛行，先吃凉菜，去了皮的大梅糖拌小番茄，清新酸甜的梅香味儿，像吃腌制的水果似的，会让你食欲大开。好嘞，谢谢。先把这前菜、凉菜吃一吃。肚丝给的超级的多，满满当当的，感觉有一股卫龙辣条的味儿。我喜欢这种爽口的肚子。红油很香，有一种在吃凉拌红油钵钵鸡的风味，又爽又嚼劲。真不错。酥炸大虾球，上面挂附着咸蛋黄，咸香就扑入鼻子里，而且个头还挺大颗的，热乎的，咸蛋黄都有一些起泡感了。大颗紧弹，绝在流动感的咸蛋黄，流沙酥润的。酱爆小八爪，水灵灵弹嫩嫩的，酱香浓郁，咸香口，有一点辣椒的辛辣清新感。80%的风味来源于豆瓣酱，春菜之灵魂。它不是那种一炒就缩水的吊张圆，肉里饱含着汁水。这一道适合配白米饭。萝卜牛腩，牛腩给的还挺多的呢，酱焖的。牛腩肉的原香，有一种家里边炖牛腩的感觉，肉香气保留的很足。味道也适合和饭，酱汁很粘稠。萝卜入口一拎就化开了，不老，没有一点的纤维感。很水灵，18岁萝卜的干种。这一道自助里的萝卜牛腩做的跟单点的品质一毛一样。也有白灼大虾呢，虾也可以畅吃。这料汁绝了，极其的鲜甜，一点点过咸的感觉都没有。我喜欢这类型的料汁，虾仁 QQ 的，很水嫩，颗头适中。像这种清蒸白灼类的虾，一定要它的肉质匹配，灵魂蘸汁儿能够达到0点，缺其一都不行。凤爪爆汁的，酱挂的很粘稠。真不错，粘稠温温吞吞的酱汁。很好的包覆在鸡爪上，汁粘稠到已经有一点像快要冷却的鱼冻、鱼汤了，糯滑当中带一丝丝的嚼口。
这个环境幽静，比较适合商务宴请。带父母来，紫皮花生，看着像红豆似的。真的觉得他们家的汤好适合拌饭。腰花，在这里看到腰花，我真的笑了。木耳、青笋、腰花，在我印象中，但凡在成都涉及到腰花类的菜，卖的其实还挺贵的，坦坦荡荡的。刚入口的第一秒会有独属于腰花自身的气息，完全在接受的范围内。木耳脆了，它汁的风味其实有一点像鱼香肉丝。家常版的好吃，小炒类都是川菜和粤菜相结合。泡菜卷，生的大白菜，清脆酸甜辣口，单吃它这个醋味比较明显，裹一下红油，香气会越重一些，适合中间过渡的小食。白切鸡。很油香，带一点香浓，油润增香，皮下没有脂肪。跟你们说，上次在白天鹅吃的葵花鸡为什么那么贵？那个鸡听说是喝葵花水长大的，培育它的过程需要精心照顾啊什么的，肉质滑嫩。我觉得每一家这种姜蓉做的都略有不同，一家葱蒜的比例比较高，很香，再加上极香的油，香上加香。这道是什么？叫山楂糕。上层应该是山楂糕。我一直在想，我点了个啥鹅肝，做成这个形状。挺特别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卤水冰板里有鸭肠的，配了海椒面，可以浅蘸一下。鸭菌感。保留着一点水分，红油很香，川派香醇红油味儿，而且本身卤水它不咸。如果你觉得味道比较淡，蘸一点海椒面。在广东是不是叫鸭翼？它的翅膀。要吃叉烧了，要趁热吃。喜欢甜口的蜜汁叉烧肉，边缘烤的有些焦灼感，刚出锅的还有点烫。蜂蜜味的甜香很浓，说肉不馋口，中间区会有一圈的脂肪层增香。豉油鸡都是用文昌鸡来做的。出太阳了，我上次也是吃着吃着就出太阳了。给我切的都是中炖的部位，豉油风味比较重一些。标志的鸡的部位，鸡皮比较韧韧滑滑的。鸡都是那个鸡，做的味道不一样，这块脂肪层比较多，肥一点。海鲜汤羹，这个时候吃就不热乎了，有带子和家人呢，没有复印。北方可多喝这种海鲜加了淀粉的浓稠汤羹了。味道模糊，好喝，酸酸的。主播来了，看一下，好嘞，是4号，他给您放旁边了。再吃虾饺，热乎的，刚扔出来，看着还不错。还有汤汁儿，脱皮了，水都流出了，可惜。汤做的很油润，每一吃完能够感觉到虾四周的汤流水覆盖在你的嘴巴上，就是皮子容易开裂。小中贵中嘴的小饺，那里的虾仁包的还是蛮多的，个头不算大颗，我的鸽子。少一点，皮子好软。应该提前卤过了，口感没得说，味道偏点咸。卤过了脆皮，它像你吃烧鹅的脆皮感，脂肪很多，一咬它皮就爆点油。开后烤出了皮，火候把控挺到位。
你们蒸笼好像换了。对，蒸笼它其实现在换了一次黑椒牛仔骨。好嘞，然后谢谢这边。黑松露烧麦。有黑胡椒吧，味道还得再提点，肉质还可以。你好，我单点一杯加冰可乐。好，谢谢。黑椒牛仔骨，质量很高，而且它店里的是凤梨，黑椒味浓，肉质弹口。菠萝加热了之后一点都不酸，很有味道。不知道是不是自助的原因，这一次的虾饺和烧麦没有给我惊喜的感觉。我自己来倒吧，谢谢。什么好日子庆祝一下？太爽了！排骨看起来挺朴实的，中规中矩的好吃，但给的块头和用料都挺实在的哈。店底的芋泥一戳就碎了。海盐芝士酥、天鹅酥，天鹅的嘴用的是红色，生动形象。内心有一点像流沙蛋黄包，融合了一点芝士奶盐的风味，很奶香气。榴莲的果泥很细腻。一下，现在已经1:40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2点，是我们的最后点单时间。您看您还需要加点什么？我再看一眼，百香果布丁加一个就好了。谢谢啦。这边是黑松露水晶饺，谢谢。妹子好像对它赞不绝口，是不是？各种菇菇的集合。好嘞。金沙网的脆米存在感很强，虾仁感觉质量没有上一次的好哎，不饱满，很小巧紧缩的那种。但属实不能把自助跟他们单点的品质来去比较，单吃它也是好吃的。杨枝甘露百香果布丁。好嘞，谢谢。百香果布丁。哎呦我的妈呀！可能我刚刚吃的甜咸的比较多，乍一吃有点酸度的，被酸到，可以吃到百香果的果肉。杨枝甘露扣一壶。好了，那今天的粤式早茶自助就吃到这里。总的来说，这一家按我这个顺序吃下来，前面你绝对会有一点惊喜感，到中间后面月底会稍许有点普通，中规中矩。那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和收藏哦。伙伴，那巴卡，我上一次心心念念的那个没吃到，自助菜单里竟然没有。